Hello， 大家好，宠粉的一太又来了。谢柠檬曾在采访中透露，现在的小朋友一出来，身边就有5、6个助理，有的还需要翻译、化妆师等等。一般人气高、有实力的明星排场大是可以理解的，但偏偏有一些人明明不红，还自我感觉良好，出行排场一个比一个大，带一群保镖不说，还捂得严严实实，生怕被粉丝认出来。结果现场的粉丝还没有保安多，场面一度尴尬。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那些以为自己很红却被现实打脸的明星吧。一男少女成员希林娜依高出席某活动时排场特别大，身边除了工作人员保驾护航之外，最外层的10多位保安手牵着手形成一个人墙，将希林娜依高里3层外3层保护在中间。可令人尴尬的是，现场的一些围观群众有的在远处围观，有的也只是用手机拍一下，似乎很好奇来的到底是谁。希林娜依高身边有没有什么激动的粉丝？不知道这么兴师动众是在防谁？这种事情少不得会引来热议。有不少人说自己不认识希林娜依高，还有评论称希林娜依高排场太大了，如果没有这些安保人员一起围着走出来，估计没有人知道她会是一个歌手。事实上，明星带着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出行，反而粉丝没有几个的尴尬情况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演员徐璐受邀参加某活动时，身穿黑色裙子，长发披肩的她肤白貌美，颜值吸睛。不过比颜值更加惹人注意的是她身边跟着的保镖。她从保姆车上下来之后，身边立马围上一群穿西装的保镖，时刻注意周围的风吹草动。徐璐的右手边有3名男性保镖，左手边有2名男性保镖，再加上4到5名女生助理，算下来有近10个人保护她的人身安全。排场如此之大，周围却连一个跟拍的粉丝都没有。画面曝光之后，招来不少网友吐槽，有人指责他的行为太夸张，又不是圈内一线大咖，何必要这么多人保护？文咏珊也遇到过这种尴尬，有网友曾晒出过一段视频，并配文称：偶遇明星带着10个工作人员出发了，你能认出谁吗？直指该明星无人认识，还排场大。画面中可以看到该女星戴着口罩，半边脸被遮挡住，但眼尖的网友们一眼就认出这是女星文咏珊。当天她现身机场，穿着白色短袖搭配超短裤，露出一双美腿，脖子上那串超大的珍珠项链也十分抢镜。不过相比穿搭，更吸睛的还是她出行的阵仗。数十位工作人员将她簇拥在中间，他们在文咏珊身后手拉着手围成人墙，人墙内还站着几位保安大哥，画面里还能听见一个粗犷的男生在喊：两边排，两边排，小心后面。然而令人尴尬的画面出现了，别说文咏珊了，环顾一下四周，除了工作人员和保安外，并未见到任何一个粉丝，连驻足观看的路人都没几个。只有一位黑衣大哥注意到了这边的架势，瞟了一眼便转头离开了。更尴尬的是，当这段视频被发布到网上以后，除了1、2个认识文咏珊的网友之外，大多数人也并不认识他，只觉得他架子大。打脸最狠的当属张大大，他活跃度不低，但观众缘却不佳。网友之所以不喜欢他，一是因为他对恩师谢娜的态度，2是因为他总喜欢 Q 杨幂和杨颖，3是常在节目中怼人，实力频被质疑。可是他却身在庐山，不知庐山的真面目，一味的认为自己有着超高的人气，不管是什么时候出行，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生怕被别人知道。可是要知道，就连路人走在张大大身边都毫无反应。还有一次，张大大过生日是在游艇上办生日会，邀请圈内外好友盛装出席，但去的明星寥寥无几，剩下的人据说是张大大邀请的贵妇。从照片上看，他们仿佛是表面朋友，比张大大有名有钱的明星多了去了，但过个生日都没有这么高调。而张大大出席活动，身边必须要带助理，有时候只是去主持几个小时的活动，也要有助理随行，一趟能带4、5个行李箱。有些大牌明星看到助理忙不过来，会帮忙，而张大大却无动于衷。在下一站幸福中扮演贺灿阳的张雨健也很喜欢拿红帅做梗，除了在直播中让粉丝夸你很红，自赞我好帅，发文也是同一套画风。接受了引导的粉丝在签名会上便自觉抛梗。营业终归是营业，当张雨健因为承认有女儿上热搜后，网友这人很红的疑问便说明了一切。同样被吐槽的还有张明恩，有一次他在机场请了10多名保镖，还手牵手为他拉起了人墙，他十分神秘的穿了一身黑，捂住脸包裹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清真容。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位巨星到场，谁知周围也没几个粉丝。据说当天去接机的粉丝才10多个人，这场面身后的保安大哥都忍不住笑了。因为排场太大被嘲的还有邢兆琳，凭借《双世宠妃》爆红后，邢兆琳再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几
即便是这样，他依然觉得自己很是大牌，甚至主动认领顶流头衔。还记得那个传得沸沸扬扬的2000万粉丝的瓜吗？消息放出去没多久，邢兆林恋情曝光就登上了热搜第一。但是看了网友的评论，简直太损了。当然，这只是他的常规操作。有一年圣诞，某商场邀请邢兆林参加，然而没有粉丝去现场支持，但邢兆林却带了一帮保镖围在他身边，有路人走过，保镖还会刻意保护他。可是路人看到邢兆林一脸懵，根本不认识这是谁。在去现场的路上，保镖更是手拉手弄出一条路让邢兆林走，避免与外界接触。这阵仗确实有点过于夸张了。凭借魏璎珞走红的吴谨言也被拍到过类似的场面，身穿碎花连衣裙的她被一众黑衣保镖组成人墙护在中心，犹如女王出行。摩擦摩擦，站在光滑的地上摩擦。因滑板鞋大火的草根歌手庞麦郎火了之后也有点飘，在这首歌火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自认为还有着超高的人气，于是自发组织了一场演唱会。在他的预想中，演唱会应该是座无虚席的，甚至还雇了10几名保安来维持现场的秩序。可是现实却狠狠地打了他的脸，演唱会并不像他所设想的那样火爆，偌大的演唱会现场就只有7、8名观众，显得格外凄惨，甚至场地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尴尬。在他的演唱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打扫起了现场的卫生。这件事情也曾被金星在金星秀上谈起过，他曾指名道姓地指出庞麦郎的成绩都是靠着经纪公司的包装才获得的。然而高估了自己名气的不只有庞麦郎一人，黄国伦也是。其实说实话，黄国伦在内地的口碑确实还不错，但是也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高人气。他在自己演唱会准备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并且所选的场地是鸟巢。他还曾在网上发起过一个开票讨论，可是并不是很理想。到了后来，黄国伦干脆采用半买半送的方式送出自己演唱会的门票，不少网友也直言这比参观鸟巢的入场费还要便宜。可是就算是半买半送，他并没有达到很好的售卖效果。在可以容纳数万人的鸟巢里，观众只是零零散散的坐着，根本就没有演唱会的那种氛围。曾经被称为甜心教主的王心凌确实红极一时，但近些年来她的人气下滑了不少，甚至沦落到了开演唱会卖不出门票的地步。想当初王心凌的歌曲是随随便便都能哼唱出来的那种，可是之前她在成都开演唱会的时候，售票的结果却并不是很理想。也许王心凌认为自己还是当初那个很有名气的歌手，所以她把票价定到了1000多元，可是却被现实啪啪点脸，不但没有卖出去几张，到了后来以10块钱一张售卖都无人问津。和王心凌经历类似的还有谭丽娜，歌手出道的她凭借《一起来看流星雨》中的蒋元一角小火了一把，随后她的影视资源提升，但都反响平平，而她本人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演技上不能突出，就做自己的老本行，但是她推出的歌曲根本吸引不了粉丝。谭丽娜也就不继续在娱乐圈发展，开始接一些商演，可她依然把自己当明星，认为比普通人高人一等。曾经有网友拍到过谭丽娜去商场选购沙发，穿着光鲜亮丽，还带了7、8个保安，整整齐齐穿着黑色西装跟在她身后保护她。然而根本没有几个人认识她，也没有人上前去要签名或者是拍照。参加快乐男声没火，演唱了一段陷阱大红的王北车，虽然只火了没几天，但并不影响她摆阔，受邀参加品牌方活动，在广阔的场上面。有一堆人围在王北车的身边，仔细一看，不是别人，而是保护王北车的保镖。原来王北车请来30多位保安保护自己的安全，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位明星有多有名，有的人误以为是大牌，赶紧拿出手机拍，谁知道他只是小有名气的歌手。王北车完全是把自己当顶流，可惜现实残酷，根本没有粉丝追随。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明星都这样，比如我们都喜欢的葛优葛大爷，出行的时候可是什么人都不带。有一次他参加某电视台录制节目，周围并没有什么人，但是工作人员带领他进入大楼的时候，却侧着身子张开双臂指路。葛大爷直接说：“不用这么拦着，没有人。”艺人请保安保护自己无可厚非，不过当粉丝还没有保安多，牌面大过了脸面，就有点尴尬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C太的视频，就请多点点关注，C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